各位球友，大家好。反手拨球的框架可以说是最后学习反手撕、反手拉、反手拧等一系列技术的基础。那么这个框架你如果没有打好，那么其他的动作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。今天呢，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反手拨球，或者说入门级的这个反手动作框架常见问题的一个解析。反手拨球啊，虽然说作为一个框架或者作为一个基础，那么在比赛当中呢，其实它是不使用的。就像你正手攻球，你说什么时候开始用正手攻球？这种匀速的上升期去带很少。那么在比赛当中，反手多数时候，比如说相持中反手对撕啊，退一步啊拉，包括拉下旋啊，台内拧拉等等，都是这些技术的出现。先简单讲解一下反手快拨的握拍。那么这个球拍的拍肩可以正对着你的虎口，也可以稍微偏你的食指这方向啊，这个面呢就叫反手力。那么正面这块，拇指正手的时候一般是往下一点啊，然后如果是反手的话，你可以这个拇指稍微往上一点，这个角度，食指就自然放在胶皮的后边就可以了啊，不要太往上，稍微往下一点，或者是基本水平这个状态进行反手快拨。那么两只脚的站位呢，就是左右开力，比肩略宽一点，屈膝收腹，身体前倾啊。注意点这个膝盖，很多人不会站啊，膝盖老往前顶，这一顶你身体肯定往后仰，不往后仰你身体就倒下了。所以说这个膝盖不要往前顶啊。然后你这个臀稍微往后点，肩往前一点啊，这是准备姿势。那么快拨的时候，两只脚基本上平行，或者左脚稍微再前一点，用你的身体或者说你的上半身开始，因为练斜线嘛，你就对着那个斜线方向就可以了，不要右脚在前啊，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。右脚在前，这个虽然很顺啊，但是你到正手的时候，那你转换起来就很慢了，这个幅度有点过大，是不是？讲完了脚，我们讲讲手啊。这个肘关节先说一下，它是作为一个反手击球的支点啊，或者反手拨球的一个支点。首先呢，不能乱晃啊，这个肯定是错误的，基本上不动，或者是略微有点往前送的感觉。那么击球的时候，随着球进行引拍，引的幅度不要太大，因为反手拨主要是借力，在上升期的时候借对方球的力，所以说你不要做成这个幅度有点过大了，稍微有一点就行了。这个刚才讲那个大臂，或者说你这个肘啊，基本不动，或者稍微你说往前带一点也可以啊。那既然肘作为一个支点，这个小臂呢是以肘为支点进行的一个大概1/4圆这个幅度哈，从后下方向前上方顶。其实直板和横板反手框架最大的区别呢，就是直板推挡主要是以肩为轴啊，大臂往前送；横板是以肘为轴，小臂运动啊。这个小臂的运动呢，其实不是说像右前上故意的这么动，你以肘为轴，它开始肯定是向前，到一定程度它自然就往右了，这是小臂的发力。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手腕啊，手腕整个过程呢是有发力，肯定是有一点，但你幅度不要过大，你要做成这样那就错了，稍微有一点。那么你作为初学者，你不用手腕也是完全可以的啊。随着你这个球越来越稳定啊，动作框架固定之后啊，稍微加点手腕的力量是可以的。这个板型说一下，应该是正对着出球方向啊，这样击球呢又准确啊，力量又大。这个板型我们这样站，你发现握拍很多人就错误了。第一个错误就是握拍，哎，他这么拿，这个板型很舒服啊，但是他使不上劲儿。包括球啊，一旦到你正手的时候，你这个转换的幅度有点太大了，很多时候呢你可能转换不过来。所以啊，即使是反手力握拍，也不要太贴近食指这个方向，稍微在中间偏食指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个手腕需要注意的就是呢，有一个内收，有一个屈的过程啊，内收或屈的过程。手腕不能是直的啊，这直的你发现这个板型对的是右边了，这球一打肯定出去了，这种感觉。所以说啊，为了保证板型正对着你要出球的方向，手腕应该有一个屈内收啊，这个角度。不是用板子调，是用你的手腕去调整这个拍型。第一个错误就这么打的啊。第二错误啊，为了保证拍型正对着要出球的方向，很多人的击球点错误。正常的击球点应该是在你腹部正前方一点，那么很多人击球点就让到左边了，他这么去打啊，这么去打。这个板型虽然是正的，但是这样是使不上劲儿的。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以肘为轴，不要以肩为轴，做成跟直板一样的动作，这就错误了。有的人是这样去打哈，
那这显然就是你这个大臂的劲儿了。那以肩为轴，这个跟推挡的动作就比较类似了。反手的框架身体是有动的啊，这个有动是基本上是腹部稍微往前顶一点点。其实呢，在撕的时候稍微明显一点，在拨的时候你看着不太明显，但有一点点就行了啊。这个肚子有点往前一顶，但你不能做成这样啊，一打身体都后仰了，这个你还原起来就比较慢了，而且你这个力相对来说就比较散。我们不能做成是像正手供球这样带转腰的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有的人反手快拨的时候啊，这样的啊，这种感觉这是错的啊。包括你的快撕也是这种感觉。这种呢是稍微在远台的时候有一点转腰啊，但幅度也不能像正手。